今天我们跟随小麦来到越南街头，来看看越南的集市是怎样的。小麦的生活越来越好了。今天是赶集的日子，小麦穿上具有民族特色的衣服，背着纯手工制作的斜挎包来赶集了。走在热闹的集市上，越南的集市真是一个热闹、五颜六色的地方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小麦就像其他的居民一样，喜欢在这里感受市集的生活气息。街头小摊贩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每一位路过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产品让人眼花缭乱。小麦在一家小吃摊停下脚步，这里的炸食让他垂涎三尺。他买来了一根热狗，小麦美美地吃着热狗，这是他许久的小奢侈，许久未吃过这种香口的食物了，真是太好吃了，味道真的很赞，香香甜甜的肠，让人不禁会笑出声。吃完还买了3个糍粑，付了钱，提着糍粑小麦继续在集市上线逛着。来到一家日用品店，小麦停下脚步，对商品进行挑选。口袋并不是很富裕的他，拿着洗洁精询问价格，只是选择了相对便宜且急需的洗洁精，一个网兜和一个刷碗刷锅用的钢刷。今天的赶集让小麦觉得自身的生活质量在逐步提高，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充实，越来越好。小麦在集市上闲逛了一会儿，准备往家走的路上，一个热闹的摊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那里有很多小狗在玩耍，特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小麦想了想网友的建议，其实他也一直想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小狗，可以在他回家时给他带来欢乐，可以陪伴他度过孤独的时候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小狗可以给他的生活增加一些安全感。虽然口袋里的钱没有多少，他还是回身来到了售卖小狗的摊位上，蹲了下来查看小狗。小麦细心地与摊主交谈，查看小狗的情况。最后，小麦看上了一只单独关在笼子里的黑色小狗。当他问起小狗的价格，他听到需要5万越南盾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小麦和老板讲了很久的价，老板都不肯少。小麦拿出自己口袋里全部的钱数了一下，只有10万了。如果花5万买的话，自己就没有多少钱了。小麦见和摊主谈不拢，只好起身要走。而摊主这边见小麦要走，便急了，主动给他降低了价格。小麦开心地付了钱，提着今天满满的收获往回家的道路走去。看着小狗，小麦满足地笑了。今天的收获有点重，但对他来说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这就是小麦的生活，虽然简单，但是充满了惊喜。他用自己的双手、自己的智慧和勤劳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他总是积极乐观，对生活充满了期待。他的梦想正是驱使他前行的动力。忙碌了一天的小麦，在这个新修建的浴室里面，用今日在集市上买来的香皂美美地洗着澡。终于洗澡不用再去砍树叶熬水了。清晨，小麦来到了山下的玉米田里，那里不仅有茂盛的玉米，还有肥大的南瓜，这是小麦今天的主要收获目标。田间的南瓜已经熟透，这个季节的南瓜软糯可口，甜蜜的味道让人无法抗拒，极受消费者的喜爱。小麦在田间忙碌起来，精心挑选出最好的南瓜。小麦在地里细心地挑选着地里的南瓜，每一个南瓜都是一份收获。这地是山下村民的，小麦以收购的价格跟村民买来南瓜，然后再拿去卖。小麦是个勤劳有爱心的女孩子，村民都特别照顾她，而且南瓜都是小麦亲自动手采摘，村民都给极低的价格卖给她，也相当于帮助她了。对此，小麦充满了感激。他背着竹篓在地里不断地挑选着，时不时地放下竹篓蹲在地上，
满地的南瓜让小麦欣喜不已，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采摘了满满的一筐。背着满满一筐的南瓜，小麦吃力地走在路上，满满一筐的南瓜令他的双肩酸痛。这样的生活真是太艰苦了。那背在身后的竹筐似乎要压弯小麦的腰。小麦终于带着他挑选的南瓜来到了熟悉的集市，和其他商户共享一张简陋的桌子。尽管地方狭小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出售南瓜。他将南瓜一个个整齐地排列出来，他的南瓜实在太诱人了。只见他把南瓜一个个从竹筐里拿出，整齐地摆放到桌子的一角，真是太好了。小麦的南瓜还未完全摆出，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单生意。一位大叔骑着越南拖鞋来到了摊位上挑选南瓜。这些新鲜采摘的南瓜可经得过大家的考验。大叔毫不犹豫地购买了4个南瓜，真是很好的开门红。前来购买南瓜的人真是络绎不绝，小麦就连坐下来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看着桌子上的南瓜一点点减少，小麦心中的满足感逐渐增加。不多时，南瓜就少了一大半。这时，一个学生模样的女生也来买南瓜，小麦帮她仔细挑选好南瓜。那女生多付了1块钱，小麦立刻归还了多余的钱。诚实公正的做生意，这就是小麦一贯的态度。在炎热的太阳下，小麦挥动着手中的帽子，试图驱走周围的热气。他总是面带微笑，无论面对的是前来咨询的人，还是真正来买南瓜的顾客，他总是以最亲切的态度得以回应。爱笑的人运气总是不错的，南瓜一个一个的售卖出去了。午后的天空越来越闷热，桌子上的南瓜也剩下最后一个。小麦决定将这一个南瓜带回家自己食用。接下来，小麦来到了附近的杂货店，在这里可以找到生活品种五花八门的日用品。他把目光投向了陈列着各种品牌和香味的香皂架子，小心翼翼地挑选。最后，他选择了一个清新的香皂，闻起来让人觉得心情舒畅。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在确认了自己没有其他的所需的物品后，小麦走向店主付款。回家的路上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刚才还是艳阳高照的时候，转眼间就下起了雨。但还好，他头顶的帽子给了他一点防护，让他不至于淋湿。小麦到家后，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午餐，剩下的那根南瓜就成了今天晚餐的主食。他边烧开水，边削去南瓜皮，切成块熬给。随着炖煮的时间，南瓜的香味越发浓郁，整个家都弥漫着令人饿了的香气。不知不觉中，雨已经停了，窗户外蓝天白云。他决定移动一下位置，把自己的桌子抬到了家门口的平台上。他也把自己做的午餐端出来，在微风吹拂下享用美味的南瓜汤。小麦看着门外的乡情风景，雨后的天空，空气清新，让人心情舒畅，一幅宁静祥和的和绝美的画面。这就是小麦的生活，虽然劳累，但满满的都是幸福。午餐过后，准备下午的工作。前2天被狂风吹过的浴室已经破败不堪，无法使用了。小麦今天决定重新改造一下。他从浴室中把旧的竹子一根根拔了下来，遗留之处如同风暴过后的场景一般凌乱。被换下来的竹子并未浪费，被小麦拿去当作烧火的柴禾，随后又拿来砍刀，把周围那些长起来的杂草都清理干净。小麦动作娴熟，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小麦便开始了下一步的工作。他拿了一根竹子，开始测量长度，准备制作围栏需要的材料。这些日子里，小麦学会了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生活，竹子就是他需要的全部材料。天又开始下起雨，小麦却并不畏惧。在门口的平台下，他拿出锯子，每一根竹竿都被他锯成1米多的长度。锯切工作完成后，
他又小心翼翼地用刀把锯好的竹子劈开，成为一条条薄片。他姿势端庄，劈刀准确，麻利地完成了分割工作。每一次挥动都充满力量，每一次分割都无比精准。在手中的竹片经过小麦的巧手处理后，又好像被注入了生命。这些竹片在他手中变得柔软而光滑，仿佛是任何一个艺术家的梦想，可以雕刻，可以编织。小麦将劈好的竹片一根一根地排列在地上，然后开始耐心地编织，一片一片，慢慢的，他将每一根竹片都编织在一起。几个小时的不懈努力后，新的浴室围栏终于在他的手中呈现出来。接着，他将编好的围栏搬到浴室的四周，开始谨慎而仔细的安装工作。尽管这些任务通常是男性承担，但小麦显然并不需要别人的帮助，他独立自主，有力量。当然，让一个女孩独立修建浴室还是挺辛苦的，但独居的小麦只能靠自己。这个过程虽然艰辛，却也有时感到快乐。花了整整3个多小时，他完成了从初的破败浴室的拆卸、整理材料，到新的浴室的安装，并最后修整齐全。经过漫长的3个小时，浴室终于修好了。忙碌了一整天的小麦，此刻只想好好洗一个热水澡，享受一下辛苦一天后的舒适感。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房间拿换洗的衣服，他走向新修好的浴室。闭起眼睛，小麦全身都在享受着水的抚慰，感受着从足尖到指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，每一个皮肤细胞都在舒张，感受着水的亲吻和温度的抚慰。疲惫顿时被洗去，所有的困扰和繁杂都暂时远离了他。他悠然自得，全身心地沉浸在了这个如诗如画的时刻。小麦整个人感觉舒展无比，仿佛就像经历了一场重生。真是太可恶了！这个女孩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天的收入，却被2个不法分子所夺。好大把太阳刚刚开始升起，刚挂上树梢，小麦就背着他的竹篓，沿着乡间小路向莲雾果园走去。这个果园的树木看起来都历经了几10个年头。一路行来，小麦来到一棵老莲雾树下，放下背着的竹篓，将其中的杂物先整理到地上。树的高度令人望而生畏，但好在善良的村民已经早早地给他准备好了梯子。小麦背起竹篓，将梯子靠在树轴上，脱掉鞋子，便小心翼翼地顺着梯子爬了上去。树上的莲雾果实繁多，大部分已经熟透。小麦在树上逐一采摘，然后品尝着落入口中的果实。莲雾成熟的果肉清脆甜美，小麦吃得津津有味，一边享受着美味，一边小心翼翼地采摘着靠近自己的果实。从高处看，你会看到莲雾中那如水晶般的果肉，那种粉嫩的白色像极了雪地中的冰晶。每一块果肉都丰满饱满，透明唯美，如同淡淡的玉雕，精致而诱人。细腻的汁水在光线的照射下，仿佛散发出闪涌的光芒，令人忍不住想要一试其甘甜。可是果实太多了，小麦一手抓起4、5个，用力一扯就放进竹篓。有许多果实成熟度过高，小麦只要稍微接触就会掉下。许多果实掉落在地上，却是小麦无暇顾及，因为他还需专心采摘树上的果实。采摘树上的果实实在是份需要极富耐心的工作，小麦必须保持谨慎，避免摔伤或掉落。太阳的光芒穿透了叶片的缝隙，洒在小麦的背上，让它满身是汗。
但当他瞥见篓子里满满当当的莲雾，心里顿时充满了满足感。毕竟这是他一早上努力付出的成果。于是小麦小心翼翼地从梯子上爬了下来，将那个分量颇重的竹篓放在地上。他此刻并没有时间去休息，只是简单地整理了一下，然后背上装满一上午劳动成果的竹篓，就向市集赶去了。地上掉落的果实，小麦并未去拾起。他是个有责任心的商人，那些从高处摔落的果实多半寿命不长，容易因此而导致质量下降。反正不能做到最好的质量保证，他宁可舍弃。他信守着自己的原则，只卖最新鲜、最优质的果实，给顾客带来最好的体验。到了市集，小麦还是选择了那张熟悉的桌子，将从竹篓中取出的今日收获摆上桌面。今天并不是市集日，所以街上行人稀稀拉拉，偶尔会有摩托车呼啸而过。尽管如此，优质的水果总能吸引人们的目光，因此也不乏会有人停下来买一些。小麦每次售卖时都会认认真真地称重，确保顾客的分量足够。在越南，这种高品质但价格适中的水果特别受欢迎，所以顾客们通常都会买好一大袋回家。小麦的日常生活就是在这个地方摆摊，正因为他的坚持和诚信，生意一天比一天好，村里的人都喜欢来他这里购物。当太阳开始往西倾斜时，小麦将尚未售完的水果重新放回篓子里，满意地收拾起自己的摊位，准备回家了。他对这天的销售成绩感到非常高兴，甚至都忍不住洋溢出喜悦的笑容。然而他的归途并没有那么顺利。当他遇到2个戴着面巾的男子骑着摩托车向他驰来时，小麦不经意地向旁边挪开了一点。男子向小麦喊了几声，但他并没有理会，只是默默继续行走。但男子显然对他有所图谋，其中一人下车，直接向他走来，企图抓住他。另一个男子也随后下车，试图抢走小麦的挎包。虽然小麦竭尽全力抵抗，然而他无法对抗2个男子，被男子夺走了斜挎包中的钱财。男子得手之后立马飞车而去，小麦无论如何也追不上。小麦没有选择，只能泪流满面地返回，捡起散落在地上的头巾和男子落下的1点钱。善良的他幸运的还有1点钱，但这让他的艰辛付出几乎全被白费。想起过去的辛勤努力都付诸东流，他伤心的哭泣，连走路都显得疲惫不堪。累觉的小麦才回到了附近的村子。他今天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，于是走进了小卖部，用剩下的一些钱买了2包方便面。就这样，疲惫的小麦便带着泡面回到了自己的家中。这个坚韧的女孩早早地来到了附近的丝瓜地，准备收购一些丝瓜以供出售。这片丝瓜地是她的邻居耕种的，丝瓜长得茂盛，结满了大小不一的丝瓜。小麦手持小刀，开始认真地挑选那些翠绿肥硕的丝瓜。不消半个小时，竹篓已经装满了，可见这片丝瓜地的丰富程度。小麦满怀希望地期望着今天能够换回一些慰藉心灵的利润。穿越了一早上烈日炎炎的小径，或者快要满出来的竹篓，小麦来到了集市。然而他并没有再去昨天的摊位，而是选择在路边铺设自己的临时摊位。他将一块蛇皮袋铺在地上，再认真地将今日的收获，那些新鲜的丝瓜摆放上去。在他期待的目光中等待着今天的顾客上门。不久，一位骑摩托车的女士停下来，
在小麦的摊位上选了2根新鲜的丝瓜，尽管数量不多，但这已经是小麦今日的第一笔交易。坐在地上时，小麦承受着烈日的炙烤，他的衬衫已经湿透了，但他并没有抱怨。两旁的道路上，其他的摊贩也在卖着同样来自农村的新鲜蔬菜。顾客们通常骑着摩托车来自村子里，他们都知道这里的蔬菜都是农村的，新鲜且富有营养。在这种生活的节奏中，小麦的摊位成为了许多村民购买蔬菜的首选。小麦的生意做得也很好，总是笑脸迎客。很多的村民也都认识他，知道他的处境困难，都愿意帮助这个小姑娘，所以每次他都能很快卖出他的物品。在忙碌的一天中，来自各方的顾客不断地为小麦带来生意。他与顾客们热情地交谈，用他的笑容和善良赢得了他们的好感。看着仅剩的几根丝瓜，小麦直接就收摊了，毕竟回家的路途也很远，万一太晚了，碰到坏人就得不偿失了。背着剩下的丝瓜，小麦开始步行回家。他走在这条不算很偏僻的路上，路边散落着几户人家，带着一些生活气息。路过一个砖厂，映入眼前的是一位男子，他身着越南特色服饰，正推着手推车搬砖。当小麦看到他的时候，心中忍不住欢欣鼓舞地笑了出来。看着他那强健有力的身影，他不禁停下脚步，有些走神。他的脚步慢了下来，捧在胸前的春心跳动着，释放出青春的气息。男子的出现让小麦显得格外欢快，他的望眼如丝，一直追随着他的身影，看得小麦心神全然地投入了这般连绵不绝的遐想中，步履蹒跚，险些走进了路旁的田野。看到这个情景，小麦自己也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个搬砖男子已经完全俘获了他的心。小麦以自己的方式靠近爱情，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他满心期待地想，能否在搬砖的过程中多与他暗恋的男孩交流。今天毫无疑问是个美好的一天，风轻轻拂过，阳光温暖而明媚。小麦在镜前仔细打扮，为他的外貌做足准备。今天他将要去和心仪的男孩见面。他从衣柜里挑选了最漂亮的衣服，搜寻了自己最喜欢的饰品，一点点地让自己呈现出最美的一面。脸颊上的腮红略带些羞涩，双眼闪烁着期待的光芒，一颦一笑间尽显青春的甜美。小麦站在镜子前，他把头发都放了下来，开心地给自己编着一个精致的辫子。编头发的时候，他微微含笑，充满期待。镜子里的他眉眼含笑，如同春天的景色一样明媚。他轻轻地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，上面还绑着一个漂亮的发圈。细心地整理好辫子，小麦才满意地点点头。跃跃欲试的他准备开始今天的新征程。尽管有些紧张，但小麦鼓足勇气，决定不再犹豫，没有矜持，没有怯步，只有眼前的目标。他收拾家，开心地走出家门。他知道，有时候勇敢的前行才可能会收获爱情的甜蜜。尽管这一次可能会失败，但至少他已经尝试，对于小麦来说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感觉才一会就来到了砖厂外。站在砖厂外的小麦还从袋子里拿出镜子，细心地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感觉美美哒，才迈步走进砖厂。可惜小麦的到来让那个正在搬砖的男子抬起了头，与小麦对视了一眼，并没有过多的交流。小麦直直走到了砖厂里的房子门口，与房间里的老板娘交谈起来，希望老板娘能让他在这里搬砖。老板娘当然也非常乐意地答应了，毕竟这么多砖，现在就一个人搬到什么时候？小麦曾经也在这里搬过砖，很熟悉这里的一切。
他选了2个没有破损的手套，熟练地把它们戴在手上，然后又推着一辆小车来准备搬砖。他满心期待地想，能否在搬砖的过程中多与他暗恋的男孩交流。然而事实似乎并不如他所愿，男孩只是礼貌地向他打了招呼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小麦也一直在认真地搬砖，与男孩的接触并没有增多。小麦虽然是个矜持的女孩，但同时也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。她巧妙地在小板车上堆上了许多重重的砖块，再假装推不动来吸引男孩的注意。的确，这个伎俩起到了效果。暗恋的男孩看到她貌似费力的样子，主动过来帮她推车。小麦一边心中暗喜，一边又感到有些羞涩，却又必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2个人就这样默默地一起搬着砖块，气氛格外沉默，但又有种难言的温馨。男孩似乎并没有看出小麦心中的暗涌，只把她当作是一同工作的伙伴。而小麦也未曾表露出自己的心声，他选择在旁边陪伴着她，享受着这份朴素却又真挚的陪伴。他们一天的辛勤劳动，虽然没有多么浪漫的情话或默契的眼神交流，他们却用实际行动共同度过了这一天。夕阳西下，砖块堆积如山的工地已经显得十分安静。他们一整天的搬运工作终于在天黑时刻结束。男生握紧拳头，似乎还在回味着刚刚的辛勤工作，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家。小麦却慢了半拍，站在男生逐渐走远的背影前，他低声地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，却也心生欢喜，毕竟是陪他度过了一天。男生并没有回头，他的眼前只有家的方向，没有他想要的那份回眸。然后他转过身，向着回家的路1步3回头地走去，他的心中充满了遗憾，却又无能为力。